体育应该肩负起解放人类的伟大使命。体育运动中，足球云配合思想对社会分工体系的尝试性突破，由清洁工引发的思考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社会现象，即清洁工为什么总处于社会分工的底层，甚至是最底层？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妨反向思考一下，不同的社会分工之间，如果在具体形式上平等或者公平了，是不是在内涵实质上就一定平等或者公平了呢？有没有可能只是个政治正确呢？即表面上社会是对其尊重了，但实际情况可能很鄙视。平心而论，我们大多数人从内心深处来说，对清洁工之类的处于社会分工底层的劳动者，有没有一点看不起呢？有没有一点不尊重呢？如果有，那么最看不起哪一点呢？自己的哪些行为和认知缺乏尊重呢？一般而言，在公有制社会中，人的职业应该是向上发展的，而在私有制社会中，清洁工之类的处于社会分工底层的劳动者却只能往下发展，即只能把具体所从事的工作做好，做踏实，做得再细致，服务再周到，对不对？但是往上他就没有什么空间了，这就是工业社会所遗留的问题。我们要打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让这些底层劳动者能够有机会往上发展。如果他只能往下发展，我们哪怕天天提倡要尊重清洁工，要尊重普通工人，要尊重普通劳动者，但是你心底上能真正佩服他吗？尤其是那些精明的人会佩服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是私有制社会中人异化后的本性，因为你本能的会觉得他没价值，尽管他很辛苦、很本分，甚至工作干得很出色。如果不追求金钱利益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因此而尊敬他。可是大多数情况下，你内心并不会对他进行更多的价值认可，因为他只能往下发展，而不能往上发展。何况如今的社会体制机制又不给他上升的机会，因而不能够去肩负起更大、更广、更难的社会治理或劳动创造等生存和发展领域的人类使命或历史使命。当然，对传统的社会分工体系思想也不可完全摒弃，分工在一定程度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和作用的，只是不同社会文明因发展程度不同，其分工层级和程度也有所不同。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它分工层级更多，程度更深，但是分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或发展阻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步入信息社会乃至智能社会。虽然工业社会一定程度抨击并摒弃了小农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但是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好的地方就在于，它通过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大多数农民在徭役或兵役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其幸福指数是较为乐观的，与世无争，自得其乐。这一点是工业社会所不具备的。在工业社会下，人和事物被不断的分类，被不断的分工下去，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人越来越不自由，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所带来的竞争无疑是残酷的，因为大家都想去占据那个有利的位置，对不对？都想跻身上一级或留在本级，都不想被分下去，是不是？如果对大学生分配工作，难道你想分到穷山沟里面去吗？我估计你大部分是不愿意的，因为你知道往下分，你觉得你看不到成绩，就算往下也能做出一点成绩。比如说，你把穷山沟建设好好，但是你内心还是不认可，你总觉得往上走才是最好的，你哪怕退其次，在一个小县城当一个什么领导，当个什么干部，那也要强一点，是不是？在这个工业社会分下去的话，还是不行的。对社会分工所牵扯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所要创造能够适应当今信息社会乃至智能社会的一种新的聚合形态，即体育运动中源于足球的云配合思想的生态化聚合形态。也就是说，这种新的聚合或配合形态，就是要对社会的分工体系进行尝试性突破。这里要先了解一下足球运动的5大特点。一、整体性。足球比赛每队有11人场参赛，场上的11人思想要统一，行动要一致，攻则全攻，守则全防，整体参战的意识要强。只有形成整体的攻守，才能取得比赛的主动权及良好的比赛结果，而一味的单打独斗是不可行的。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个人离不开整体，整体也离不开个人。足球是团队的运动，是集体的运动，绝不是个人的运动。二、对抗性。足球运动是一项竞争激烈的对抗性项目，比赛中双方为争夺控球权，达到将球攻进对方球门，而又不让球进入本方球门的目的，展开短兵相接的争斗，尤其是在2个罚球区附近。争夺更是凶猛，扣人心弦。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双方因争夺和冲撞倒地次数达200次以上，可见对抗之激烈。从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兴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足球起源于游戏玩耍，它可以以娱乐的形式存在或进行，但绝不能以娱乐为主，绝不能以娱乐为其根本的追求。也就是说，娱乐功能绝不是足球的核心功能。娱乐的存在地位在足球运动中必然要让位于对抗，可以说，足球运动的根本在于对抗。众所周知，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矛盾，有外部矛盾，有内部矛盾，足球运动也不例外。万事万物的对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足球运动的外部矛盾就在于不同队伍两者之间的对抗，足球的内部矛盾在于个体与整体的团结与分裂。如果没有对抗，足球只能趋于游戏玩耍，只能沦落为娱乐表演，整体或集体或团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汉唐时期，中国古代足球蹴鞠应用于军事训练，以提高军事对抗能力和水平。
宋代开始，蹴鞠逐渐以娱乐表演为主，以至于在明清之后趋于消亡。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在竞争对抗上领先封建时代的一个浓缩的体现，同时这也是西方海盗文化熏陶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推崇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足球运动兴在竞赛和对抗，衰在娱乐和表演。足球运动一旦偏离或远离了对抗，其衰落就必然发生。有人会说，两队之所以要对抗，很简单，就是因为两队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实际上，竞争和竞赛都是一种对抗，区别就在于是否是由人来决定的。竞争代表的是兽性文明，竞赛代表的是人类文明。竞争遵循的是兽性法则或丛林法则，竞赛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法则。竞争追求的是自私自利，竞赛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三多变性。足球运动是一项技术上多姿多彩、战术上变幻莫测、胜负难以预测的非周期性运动项目。比赛中运用技战术是要受到对手直接的干扰、限制和抵抗。假设本方一名队员获得球权，对方不去干扰或防守，且每次传球都能够成功的话，那他有几种可能的传球方向呢？第一次传球有10种可能，第二次传球还是有10种可能，第三次传球依然是10种可能，即有 n 次成功的传球，则就有10的 n 次方种可能。这种变化呈指数级增长。足球是极其复杂的运动，绝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如果考虑到其他10个队友的移动变化，对方11名防守队员的移动变化，对方防守的成功率、传球的成功率，本方最后一名队员射门得分的成功率等等，其总变化量更是大得惊人。在这些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前集体的所有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4艰辛性。足球比赛中，运动员要在近8000平方米的场地上奔跑90分钟，奔跑距离在6000米至1万米，有的甚至更多。在跑动的同时，还要完成有球和无球的技术动作。如果再加上加时赛，对于运动员的体能和心理是极大的考验。世界著名足球运动员梅西，一场比赛平均跑动距离在7000米左右，处于下游，但是并不妨碍梅西的正常发挥。这说明对于拥有高超技战术的球员，他们把每一次的跑动都十分合理的服务于整体，这是简洁高效的体现。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要惧怕足球运动过程中的艰辛性，要敢于正面接受，敢于正面挑战，并逐步适应这种艰辛性。另一方面，也要不断的控制跑动距离，在不妨碍整体技战术的前提下，尽量做到简洁高效。对内不断约束自己，尽可能降低本方的艰辛性；对外则相反，尽可能的增加对方的艰辛性，要不断压迫对手，主动给对方制造混乱，尤其要使对方的团队配合尽可能的无效、低能，从局部到整体上使对方迷失方向，丧失斗志，最终走向瓦解。俗话说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另外，要正确认识足球运动的艰辛性的多样化，不能仅仅限于球员生理上的艰辛，还要关心球员心理上的艰辛，更要关心球队整体上的团队配合的艰辛。如果不抓住足球运动过程中最主要的艰辛性，那也是疲于奔命，事倍功半，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足球运动中没有艰辛性，也就没有了激情，那么足球运动的魅力就会失去一大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类的实践需要足球的运动试验。足球运动的艰辛性对人类文明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5异形性。足球竞赛规则比较简单，器材设备要求也不高，一般性足球比赛的时间、参赛人数、场地和器材不受严格限制，因而是全民健身中一项易于开展的群众性运动项目。对所参与的运动员来说，在生理上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限定条件，高矮胖瘦都可以，只要能跑能跳就行，男女老少皆可参与。另外，对人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也只是大众化的基本要求。一群人围绕一个球，不论刮风下雨，都可以开心的玩耍。在足球运动中，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是相互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社会分工的等级差异。运动的全过程公开透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胜负、对错、好坏、美丑的评判标准，归根结底在于广大群众。每个参与足球运动的人都有机会锻炼成长，尤其是对团队或集体智慧的创新创造，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公平、公正的。可以说，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平民运动或大众运动，而一个大众运动其内在要求必然是异形的，尤其是对人而言即可教育的。往往弱者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弱者才是真正的强者。足球运动就是遵循了宇宙万物间强弱相互转换的客观真理或客观规律，刚柔相济，由弱变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除强扶弱，以强代弱。足球运动提倡竞赛，摒弃竞争。竞赛是人类文明的体现，竞争是兽性文明的体现。一旦走上竞争的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内卷、内耗和分裂。走上竞赛的道路就可以避免这些，而且竞赛还可以普遍提高人的能力，尤其是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因此，竞赛充分体现了足球运动实践的异形性。这种异形性是有鲜明的阶级性，即对大多数没权没势的普通人或弱者而言是简单易行的，而对少部分有权有势的人、上人或强者而言则是复杂困难的。可以说，足球运动没有异形性，那么阶级的差别就会不断扩大，阶级的鸿沟就无法逾越，阶级对立就不可避免，阶级的矛盾就会愈发尖锐。
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特权的运动、贵族的运动、精英的运动。这种运动表面上是科学合理的运动，实质上是机械唯物论的运动，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主观唯心的运动。据统计，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32强队伍在预选赛中，场均 4.38 球，每队场均 2.19 球，每队场均射门 14.44 次，每队场均成功传球 455.68 次，每队每进一球需成功传球近208次，每次射门需成功传球近31次，每队进一球需射门 6.59 次。以传控球最出色的西班牙队为例，场均成功传球751次，32支队伍中排名第一，场均进球 1.88 球排名第21，场均射门 12.8 次排名第22。那么西班牙队每进一球需成功传球近399次，每次射门需成功传球近58次，每进一球需射门 6.8 次。在世界杯正赛的64场比赛中，一共产生了172枚进球，场均 2.68 球，每队场均 1.34 球，每队场均成功传球 494.18 次，每队场均射门 11.36 次。那么每进一球需成功传球近368次，每次射门需成功传球近43次，每队进一球需射门 8.48 次。另外，此届世界杯平均每场87次控球次数，控球次数本质上是比赛时球在球队之间易手的次数，即 A 队拥有球权，直到 B 队拥有球权，一直持续到 A 队赢回球权等等。因此，在足球比赛中，我们要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通常情况下，球队每次获得控球权后，成功传球的平均次数需达到 494.18 除以87除以2（括回等于 11.36 次左右）。每次射门需掌握近4次的控球权，要想达到这样的成功传球次数，就必须积极主动的寻求和不同队友之间的团队配合。一般情况下，队友两之间最多传3次球，最少传1次球。3人（括号1加2括回乘3等于9小于 11.36）。4人（括号1加2加3括回乘3等于18大于 11.36）。5人1加2加3加4乘以1等于10小于 11.36。6人1加2加3加4加5乘以1等于15大于 11.36。所以足球比赛的一方首先获得球权的队员平均要和3到6位不同的队友进行传接球配合，这样才更有利于适应整体攻防节奏的变化，继而才有可能形成射门机会，直至破门得分。一个人持球时，他该怎么决策和行动呢？在这么复杂的情境下，个人独自决策是不明智的，同时也是不高效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往往也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好这些复杂的信息。如果一个人独自决策了，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也要跟着独自决策？如果主张人人都应该独自决策，那么就要求每个人都要出类拔萃，起码是相对的。这样到底现不现实？大部分普通人该怎么办？是不是越往下越难堪？是不是越往下越鸡肋？如果只是为了少数人，这不就成了精英队了吗？整体积贫积弱且只聚集少部分精英的足球运动，究竟有什么看点？有什么实际内容？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什么真正的内涵？有什么真正的智慧？在千钧一发之际，个人的行动反应究竟有多快？在紧张激烈的快节奏下，个人的行动究竟能够稳住多少？在有限的运动空间里，个人的行动究竟能够施展多少？在各自为政的散装集体下，个人的行动究竟能够落实多少？在团队配合的大背景下，个人的行动究竟起多大作用？有人说，用身体的感觉器官不停地搜集球场上的信息，以判断场上形势，不可否认，那的确很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亲身参与团队整体的实时指挥。实战中为了整体，可能要舍弃绝大部分的个人决策，而只保留少部分拥有最终的自主决断权，同时多听队友的具体指引，从而迅速行动。通过对其他所有队友的实时指挥，为他们提供具体指引，用10的 n 次方个团队或集体的决策去弥补一个自己的个人决策。如果说参与足球运动时人身体的哪个部位最重要，相信大部分人会回答脚。很可惜，这个答案是错的。实际上，最重要的身体部位是眼睛，其次是耳朵，再次是口鼻，最后是触球的身体部位。用眼睛看就是观察，用耳朵听就是感知，用口鼻呼吸就是和大自然交换能量，用口鼻发声就是和人交换信息，最后由头或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人的视觉、听觉和嗅觉是感知自然环境最重要的3个途径，感知信息、交换能量、交换信息，身体的动作，个人与集体的实践行动，是足球运动的5大组成部分。头或肢体的动作离不开身体的这些部位，例如脚尖、脚跟、脚底、脚内侧、脚背正面、脚背内侧、脚背外侧、腿部、膝关节、胸部、肩部、背部、臀部、头部，还有手、肘关节、手臂、守门员。在足球运动的所有身体动作中，脚的动作是力量最大、耐力最强、长度最长、位移最快、变化最多的。可以说，脚是人身体部位中最朴实、最经济、最简洁、最高效、最暴力、最狡猾、最神奇、最独特的一个。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在用眼睛、耳朵和口鼻打比赛，而不是用脚等身体部位。我们不能想当然的用屁股决定脑袋，只有真正贴近实战，回归到真实的比赛情境中去，我们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那么，足球比赛的实际情况又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和我们的惯性思维究竟有多大出入？一场90分钟的比赛，大部分球员只有2-3分钟的控球时间，也就是说，在比赛95%的时间里，你是根本碰不到球的。这部分时间干嘛呢？用眼睛、耳朵和鼻子不停搜集球场上的信息，判断场上形势。据说，一些优秀球员具有读懂比赛的能力，他们总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做出正确的反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他们有神秘的第六感，而是他们知道该重点看什么，重点听什么，重点嗅什么。比如，一些明显的视觉提示、听觉提示以及嗅觉提示。足球智商这本书是一位美国大学足球队教练写给他的球员的书，书里面谈到所有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踢球不仅依靠身体，更依赖脑子。可以说，书里面的一些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一般情况下，教练会要求球员，如果场上出现了 XX 信号，那就去执行相应的动作。比如视觉信号，如果中场球员在传球前把球停得离身体比较远，并且看着球场的远处，这是一个视觉提示，意味着他很可能会送出一记长传。那么这时候，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应该后撤，这个好理解。再说一个比较隐蔽的，比如刚才是我方中场球员开出的长传球，而对方后卫已经抢占了最佳位置，准备投球抢点。你作为中锋，只能在对方后卫的低位处准备争抢第二点。球传出后，如果对方后卫连续后退超过4步，注意，这又是一个视觉提示。按照经验，球很可能会落在他的身后，这时候你应该马上跑到后卫身后去抢第一落点。另外，对方人员的眼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提示。有些球员在控球之后，传球意图非常明显，他们会直接盯着目标球员，你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就能找到这个人。有些球员的目光稍微隐秘一些，不会直接盯着某个人，但他们在传球之前的最后一眼，往往会看向自己打算传球的方向。还有很多主罚点球的球员，他们在接近球之前最后注视的地方，就是他们准备射门的位置。有经验的守门员会盯住主罚球员的眼睛，而忽略他肢体上的假动作。总之，在视觉上要看人员位置的移动转换，看球的运动轨迹，看人员的技术能力，看人员的行为习惯，看人员的情绪状态，看人员的表情管理，看人员动作的手势信号，看整体的排兵布阵等等。在听觉上，只要传球队员与被传球队员之间的言语呼应存在着，就可以听声识别敌友，听声辨位，听声判断形势的危急程度，听声判断人员的体能消耗，听声调节情绪等等。嗅觉上，天然绿草坪上青草的草香味，激发着运动员对大自然的向往以及对足球的热爱。挥汗如雨的阳刚之气，烘托了足球运动激情四射的火爆氛围。球场烟雾、燃烧气体等物质气味，加大了运动的对抗性，加剧了赛场环境的紧张激烈。优秀球员或团队集体型球员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善于感知，只要眼睛、耳朵、口鼻能敏锐捕捉到这些信号提示，你当然也就能读懂比赛。优秀球员或团队集体型球员的基本特征之二是善于预判。前面说了，球员在场上95%的时间是无球跑动，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为随时可能出现的控球做准备。普通球员通常是在实际接到球之后才开始决定怎么做，优秀球员或团队集体型球员会在无球状态下，根据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不断地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如果球往我的方向传，我该做什么？第二，接到球之后，接下来我该干什么？第三，如果我把球回传给了队友，接下来我又该干什么？第四，此时此刻我身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团队配合中我该如何要球？如何接球？如何分球？如何转移球？如何护球？如何卡位？如何解围破坏？如何反复对传？如何运球突破？如何迂回折返？如何威而不攻？如何战术收缩？如何战术收缩？如何交叉换位？如何贴身盯防？如何游击袭扰？如何就地反抢？也就是说，优秀球员或团队集体性球员在每次接到传球之前，都对当时的形势有清晰判断，有优先行动计划 A， 以及形势如果突然转变而采取的替补行动计划 B。比如射门之后的补射，普通球员是要等球被扑出或者从门柱反弹回来之后再发起补射，而优秀球员或团队集体型球员会在队友出脚射门的同时就冲向球门，他们总是假定有反弹球，并且率先卡住补射的最佳位置。再比如防守时截击对方球员之间的传球路线，在所有传球中，一般而言大多是点对点的传球，尤其是中后场，这种保守恰恰是一种习惯。我们的防守如果也是一一对应的，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个人技术能力的比拼。如果我们实力较弱，那么我们就容易被对手牵着鼻子走，防守的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甚至大打折扣。这样对球权的争夺将会陷入被动乃至不利的局面。我们应该抓住点对点传球的惯性思维，在防守上舍弃点对点的对位防守，
采取突击2点中间的截击防守，速度节奏上要发挥到极致，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努力达到彻底掐灭对方传球配合的目的。如果截击成功，将会极大打击对方的士气，同时也极大提升我方的士气。同样进攻时，大多数情况下我方要果断舍弃点对点方式的传球，除非对方放弃防守，或者我方主动减缓进攻节奏，以节省体能。采取非固定点的传球，可以传提前量，也可以传延迟球。传提前量要节奏快，传延迟球要慢节奏，快节奏为主，慢节奏为辅。节奏快意味着触球时间短，慢节奏意味着触球时间长。例如，撞墙式配合就是快节奏的，无意义的遛猴就是慢节奏的。进攻时切忌贪功恋战，只要有机会致命一击，就要舍弃一切自我，在确保成功率的同时多尝试。一旦成功率显著降低，那么就不要恋战，果断改变进攻策略。不论是防守还是进攻，既要懂得断舍离，又要懂得续取和。总之，提前判断形势，并且永远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反过来，抑制对手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其不意，不给对方预判的机会。在一场比赛当中，算上各种界外球、角球、任意球，可以有高达60次的发球机会。通常当裁判吹响哨子的那一刻，很多球员还处于注意力分散的状态，比如还在向裁判表示不满，或者还在排布阵型之类。这时候，进攻方如果能抓住机会，快速发球，就能出奇制胜。优秀球员或团队集体型球员的基本特征之3是善于换位思考，这一点在传球上特别明显。传球的基本原则是触球次数越少越好，因为触球次数越少，传球速度越快。你带球奔跑的速度绝对赶不上让球自己移动。能1次触球完成任务，就不要2次触球；能2次触球完成任务，就不要3次触球。那么，传球是怎样才能完成漂亮的一脚出球呢？不是靠控球球员的惊人脚法，而是他的接应队友有没有创造出至少一条可行的传球路线。如果控球球员和接应球员之间的每条线路都有障碍，这就是不可能的传球。控球球员个人脚法再好，也做不到一脚出球。这个时候需要接应球员有换位思考能力，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他，如果我想完成一脚出球式传球，我会希望我的队友出现在哪里？有了答案之后，主动跑位，用跑位向控球球员传递你的信号。优秀的球员还会进一步评估控球球员当时的压力。如果控球人员中场拿球，他没有被对方防守人员压制，那么他就有机会调整身体平衡，送出一记长传球。这时候你应该首先考虑能否插到对方防线后接球。如果控球球员遭到逼抢，不得不进行短距离传球，那么他可能需要你回撤接球。反过来，控球人员也要具备换位思考能力。如果我是接应球员，我希望怎样接球？这样答案就很明显了。可以传出地面球就不要传反弹球，能传到队友脚下就不要传到他的肚子上。如果他擅长用左脚，就不要把球传向他的右脚。如果他旁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把球传到远离防守球员的那一端。如果一位边锋刚刚爆发时跑动了一波，就不要把球传到他前面20米的地方，让他跑过去拿球组织下一次进攻。这时他可能真的跑不动了。能否换位思考，本质上就是立场的问题。换位思考绝不能是相对的立场，即相互满足，各取所需。除此之外却没有统一的立场。统一的立场有且只能有一个，即团队或集体的整体的立场。你个人优秀不代表你的队友就优秀，个人的优秀不代表团队或集体的优秀。实际上，个人优不优秀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大脑中最本能、最深远、最主要的思想意识是整个的团队或集体。如何让团队或集体的效率提高？如何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团队或集体的运转速度，而不是只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或者自己适配团队的能力水平。要始终站在团队或集体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多从整体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是让个性适应共性，而是让共性适应个性；不是让个性服务个性，而是让共性服务个性；不是让共性创造个性，而是让个性创造共性。大力发展个性的同时，绝不能全盘托出，要辩证论治。团队或集体有什么样问题，就用相对应的个性去解决。也就是说，绝不能乱用个性，而共性一定要反复验证、反复应用、反复验证，最后反复升级迭代。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而没有共性，个性却依然能够存在。共性的质量决定了整体的物质形态，个性的质量对团队或集体有利的质量决定了整体的精神灵魂。可以说，团队或集体的发展既离不开个性，也离不开共性。只强调共性，忽略个性，甚至贬低个性的团队或集体，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即是形而上学的团队或集体。这样的团队或集体即使存在意识，那也是僵化、腐朽和堕落的，最后注定是要灭亡的。有了个性就有了民主，有了共性就有了集中。云配合系统就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的，是有机统一且不可割裂的。不论是优秀球员还是普通球员，他们都各有所长，只要在整体的立场上，他们之间就没有绝对的差距，只有相对的差距。可以说，感知能力、预判能力和换位思考能力是团队或集体运动能力的底层逻辑，它与各行各业所需能力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掌握底层逻辑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通过底层逻辑加环境变量加实践运动，就能够不断创造新的方法论。
团队集体型球员不仅仅靠的是自己的感知、预判和换位思考，最为关键的是他还靠团队或集体中其他所有队友的感知辅助、预判辅助和换位思考辅助。在了解足球运动的基本特点和所需的运动能力后，我们应该对足球有了基本的认知。针对足球运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在总结足球运动已有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形式科学和交叉科学的最新认知，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我们姑且称为云配合思想。虽然云配合思想源于体育运动中的足球领域，但是它不仅仅局限如此，相反它覆盖的是整个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团队组织及其架构。我们先从一般的情况入手分析。那么一般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的呢？以足球队为例，一个队里总有好的、中等的和差的，好的和差的总是少数的，中等左右的总是多数的，极两端总是少数的，中间总是多数的，这是符合大自然正态分布的。且这种自然分布的规律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足球运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两端的少数，而是中间的大多数。为什么足球运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好的那一小部分呢？起码传统的认知是这样的，那一小部分可是精英呢。如今的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大众文明的时代，而精英文明的时代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这将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人类集体意志的真正体现。从服务的角度来说，足球运动就是为中间大多数人服务的。如果为少数精英服务，那么大多数普通人就会被排挤，就会被私有观念所异化，这个团队或集体也就被少数精英寄生了，或者干脆归少数精英所有了。其创造和领导的私有制将会不断的侵蚀这个团队和集体，所产生的罪恶也必然会阻碍团队或集体的真正进步。但我们对少数精英也不能弃之不用，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应该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少数精英对整个团队或集体的作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逞能，而是力所能及的帮助弱者，让弱者成为团队最强者，继而带领团队所有成员成长，让集体主义放光芒。同时大多数普通人也应该始终监督这些少数精英，因为他们天然地占据着有利于私有制的位置，只要占据那个位置，就随时可能会为自己服务，为自己谋私，为私有观念所异化。所以大多数普通人应该始终比这些少数精英更关心团队和集体，而团队或集体中的弱者要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发扬民主，敢于迎难而上，敢于为集体服务。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弱者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团队或集体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力量之源，真正的革命火种。一个队里面肯定有技术或能力差的队员，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总是处于劣势，甚至总是被排挤。传统的足球思想体系还是跟工业社会中的分工思想体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上古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也有分工，只不过不如工业社会的分工这般细致，这般密集，这般宏大。处于分工顶层的人必然占据有利的位置，自然而然就属于少数的精英。传统的足球思想体系追崇精英意识或精英思想，每个能来到顶级位置上的球员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这些被选出的精英，他们对精英体系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对精英体系的拥护是与生俱来的，对精英体系的捍卫是死心塌地的。他们对精英身份及其地位的满足感、优越感、自豪感不是单方面纯粹主观认知的，也不是大多数普通人给予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对大多数普通人的轻视、鄙视、敌视甚至仇视中来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社会意识几乎都是从阶级对比中来的。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私有制社会下，只要你有能力、有本事，你就不想成为大多数的普通人，就会想方设法避免曾经遭受或正在遭受的阶级伤害。而要想成为人上人，你就得把大多数普通人踩在脚底下，就必须能够对大多数普通人下手，成为一只披着狼皮的会吃羊的羊。在被剥削阶级中，只有自相残杀的胜出者才有机会挤进精英体系的上层。可以说，进入剥削阶级的投名状就是人吃人，吃的人越多，剥削精英越是瞧得上你。而剥削阶级里不肯吃肉的狼，注定要被披着狼皮的会吃羊的羊所取代。这就是工业社会分工思想体系里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现在我们一个现实问题，作为一个弱队怎么去击败强队？首先声明一点，我们先不谈团队配合，我们就谈1对1对决式火拼。如果两队的现实情况是弱队最强的人不及人家中等的人，弱队中等的人不及强队最差的人，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有没有可能胜，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的田忌赛马是理想型的，可能他弱队最强的马比强队中等的稍微好那么一点，他弱队中等的比强队最差的稍微好那么一点，但是弱队最差的无疑是最差的，也就没有可比性了。我们了解这个典故的都知道，拿最好的把对方中等的干掉，拿中等的把对方最差的干掉，拿最弱的和最强的死磕或躺平，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博弈思想，这就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在现代社会最先进的斗争思想是什么？无非是组织起来进行团队作战。我们以战争为例，我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在各个时期与国民党军、日伪军、美帝国主义联军17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军队等的较量中，不难发现，我们的单兵素质从整体上来说是不如这些敌人的。按常理来说，既然我军的整体实力不如反动派，那我们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赢这些敌人？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胜利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原因在哪儿？实际上跟田忌赛马一个道理，即在局部逆转形势，靠整体取胜。但田忌赛马有且只有一种取胜的可能。人民军队的思想理念要比田忌赛马的思想理念更具灵活性。在思想理念上，为什么灵活性很重要？要知道封建时代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遵从三纲五常的，要恪守一些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的。但是新时代有新特点，人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激烈碰撞时期，而人民军队就是这个时期中最具灵活性的组织。在游击战中，人民军队的灵活性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军在打游击时，针对敌人力量的分布，根据天时地利人和，不断的干扰、滋扰、惊扰和袭扰敌人，以自己的小股力量去牵制敌人的主力，尽可能让敌人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主力在哪里，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局部形成规模，在动态中迅速形成对部分敌人的包围、包饺子、打歼灭战，不断消磨或蚕食对方的有生力量。只要一个团队或集体像人民军队那样组织起来、战斗起来、斗争起来，政治建军，支部建在脸上，党指挥枪，坚定无产阶级性质，坚定人民立场，为人民扛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建军，筑牢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再由一个人民统帅来调动指挥，比如用兵如神的毛主席，那么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就能够以弱胜强，就能够战无不胜。因为人民军队的各方面，例如思想觉悟、理想信念、体系架构以及组织纪律都有保证。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只要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即可，不论毛主席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人民军队都能到达指定的位置，执行指定的战略，用指定的既针对又灵活的措施去牵制对手，围歼敌人。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断出，在自身弱小的状态下，人民军队只要不断的进行游击战，不断的进行动态调整，不断的牵制对方的主力，不断的隐藏自己的主力，不断的集中优势兵力，不断的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那么在这个强弱转换的过程中，我方实力必定不断得到发展，敌方实力必定不断被削弱，在最终的实践上，弱队就一定能够以弱胜强。在主要的对敌作战中，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再看看中国互联网上曾流传的一段关于特朗普的采访对话，在访谈过程中，特别是当不服气的美国记者强调美国芯片技术优于中国时，马上被特朗普粗暴地打断说，这些领先数字没有任何意义，中国除了足球之外，无论想干什么都一定能够成功，肯定很快就会赶上美国，当场把美国记者怼得差点背过气去。这段采访对话事后被证明是伪造的，但是它确实反映了某些问题，甚至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教训。例如，我们不能只看到敌方的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夜郎自大，狂妄无度，认为战胜敌人是不过小菜一碟；也不能只看到敌方的优点而看不到缺点，把这些优点作为投降主义的依据，如同抗战初期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一样，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跃。不能像毛主席论持久战那样冷静全面地分析中日双方的优点缺点，这就现在战略上失去了必胜和必亡的客观依据。切换到足球运动里面，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你是毛主席，你是如何看待强队里的团队配合呢？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团队配合不能算是真正的团队配合，只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团队配合，甚至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系或联合，不能叫团队配合，因为达不到团队配合的那种层次。他们的联系或联合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更是为了精英阶级巨大的垄断利益。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归根结底，他们所谓的这种团队配合，是以代表整个剥削制度的私有制作为服务对象的。他们努力奋斗的真正对象就是一切剥削社会中最为根本的私有制。如果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那么私有观念就是万恶之神。所谓心主神明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强队从本质上来讲，尤其从其阶级属性上来讲，跟那个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国民党、中国 TS 修正主义等一切反动派的性质是一样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是有组织机构的，且内部是相互联系的，但是他们的组织机构并不是最先进的，团队配合也并不是最强的。事实上，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是牢不可破的，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在世界上任何事物中，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
人民军队之所以是最强的，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最根本的不是外因的作用，例如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奉献，敌人的愚蠢无能，将帅的英明指挥等，而是内因的作用，例如政治建军，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坚定无产阶级性质，坚定人民立场，为人民扛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建军，筑牢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正义一方的得道多助，非正义一方的失道寡助。正义与否，得道与否，内部矛盾是觉知、觉照、觉悟了，还是麻木、蒙蔽、沉沦了？这是内因的问题。其他力量，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其自身是起到帮助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敌对一方是智慧还是愚蠢？少数精英在团队或集体中的作用，是起主导性作用还是起从属性作用？是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模糊性作用？是起绝对性作用还是起相对性作用？是起监督性作用还是起放纵性作用？是起指导性作用还是起扰乱性作用？是起引领性作用还是起破坏性作用？是起进步性作用还是起反动性作用？外部矛盾是增大、扩散、激化了，还是减小、收缩、缓和了？这是外因的问题。当然，内因和外因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表里的，是有机结合的，有机联动的，有机统一的，同时也是相互矛盾、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更是互根互用、强弱转化、量质变通的。就如内外矛盾一样，是相互依存、相互对抗、相互消长、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可以说，外因和内因的辩证统一关系直接决定了道气变通的结果。如何进行道气变通？一种是把握强弱转化的客观规律，尤其能够依托人民战争的无穷力量，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还有一种就是掌握并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条件下，利用运动战对敌方进行牵制，以少部分兵力把敌方的主力给吸引过来，不断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让敌人始终找不到我们的主力在哪儿。当内外条件不利时，将大部分兵力化整为零，广泛进行游击战，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当内外条件有利时，则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围而歼之，分而化之，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两种属于道气变通中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道气变通在足球运动里的确是能够实现的，关键就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道。所谓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幔子揭什么瓜，什么样的道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气。那么足球运动里有什么样的道，有什么样的气？是锄强扶弱，以弱代强的道，还是恃强凌弱，以弱补强的道？是追求团队战斗力的气，还是追求单兵战斗力的气？是以生态化聚合为主的道气变通，还是以垄断化分工为主的道气变通？如果云配合能够在足球运动中运用的话，那么就会足以颠覆对方原有的认知。他们即使能够感知到我方核心的存在，也找不到我方核心究竟在哪里。就算我们把打法告诉他们，他们也是用不好的，乃至根本无法使用。因为人民战争的打法，他们是万万不能用的，越用越会成为我方的了。关键也不符合他们最根本的私利。在足球场上，传统团队尤其是强队的那种配合，它是个人实力竞争的配合。配合中的人，虽然他们的个人素质或技术能力较好，但他们喜欢单打独斗，喜欢个人表演，而不喜欢真正的配合。即使形式上配合得很好，也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也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约束和支配的。那么，面对这种传统强队时，我们弱队该怎么办呢？我们弱队的个人技术不如他们，单兵素质不如他们，那我们怎么去取胜呢？一般而言，在与强队的竞争中，我们实际上的局势对比根本没有田忌赛马那般理想。双方之间的差距甚至极其悬殊。对比田忌赛马的那个情境，我们弱队是达不到那种力量的，是达不到那种配比的，是达不到那种现状格局的，更是达不到那种社会法则下的竞赛秩序。如果我们弱队中能力最强的那个队员连他们中等的队员都不如，我们中等的连他们最弱的队员都不如，我们究竟还有没有胜算？如果按照田忌赛马那种策略思想进行博弈，那肯定是不能赢的，因为你不论怎么努力都是赢不了的。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随着双方队伍的量级在增大，质量在提高，维度在上升，体系在完善，以及整体复杂程度在加剧，弱队相比强队并不是就毫无胜算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在共产主义思想所探索的生态化聚合下，这是完全可以的。就算我们弱队的兵力在各层次水平上全面不占优势，我们都有机会赢得胜利。云配合就是在此局面下努力成为真正能够促进强弱转化的突破点。配合的重点与核心问题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具体哪个人。我们弱队要想发展成传统团队那样的强队，按照通常的路径，唯有经历丛林法则的历练。你若踢不好，就会被其他人所取代，那些踢得更好的人会毫不掩饰地表露，你要是不行就滚蛋。而且不是个别人这么认为的，而是该体系内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残酷且不留情面的。竞争、淘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现实中就是这样的。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团队模式下的足球强队也是有相当强悍的战斗力。不过，他们并不是最强的，为什么要如此判断呢？敌我双方孰强孰弱，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这边。
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哪怕就一个具体的显著区别于传统团队模式的足球队伍，但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必然决定了一个乃至很多个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民足球队伍能够诞生。俗话说得好，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真正的人民足球队伍必然是战无不胜的，必然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看，不是传统团队中的强队太强，而是我们弱队太弱。如果确实是我们太弱了，那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弱队从内到外必须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整体。其次，必须彻底改造我们的队伍，解决为谁运动、为谁竞技、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使我们的队伍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民足球队伍。再次，摆脱传统团队的模式，砸碎束缚弱队手脚的锁链，冲破弱队思想的牢笼。最后，在人民战争中不断磨练队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